是大限将至，往后的路你得独自走了。师傅，你看这是何物？万魂幡，为师还没死透，你就想收我魂魄？蠢材！为师高你3个境界，岂会被你算计？何况你这番用料粗劣，皱纹残缺。正粗劣，徒儿才练得出来。他没有禁制，也无法操控，只能收魂养魂，勉强让归魂寄身，保魂魄不散。徒儿就这点本事，你爱进不进？你只是为了保我魂魄？不错，徒儿没什么本事，不过这万魂幡也费了我一番心血。师傅，徒儿知道做个孤魂野鬼不好受，一不小心还会被抓了去，日夜奴役折磨。但只要不是魂飞魄散，总算有一丝希望。说不定徒儿将来得道成仙，也能为你重塑肉身呢。你这婆婆妈妈哪有半分魔门弟子的狠辣？再者，让人知晓你有着藏着通玄境主魂的万魂幡，你能保住它，纯粹是自找麻烦。师傅，你就说进不进这万魂幡吧。罢了。收。这法宝不一般啊，养魂之效怎会如此之好？徒儿改良了炼制之法，剔除诸多无用残杂工序，改良了皱纹。这小子难道真是个天才？徒儿，你这是把师傅您的尸身炼成僵尸。虽然您不是炼体的，炼成僵尸也只是便宜东西，但有胜于无，总不能浪费，是吧？此子必成大器。徒儿，你欲往何处？自然是去凝聚气海。你才起灵数日，若无凝气丹，想开辟气海，少说也要苦效数10年。所以我要炼丹。主要需记录，只有在100年蒸乳中才可能凝出一滴。运气好，找3、5年；运气不好，10几年也未必有。太慢。你想用血炼？屠杀1000人，怨气冲天，正道修士隔着100里都能闻见。以你如今修为，谁说我要杀人？不杀人，如何血炼？师傅，人和禽兽到底差在哪里？你想用兽血修炼？糊涂！兽血污浊会损神魂，练得越多越像野兽，不等你凝成气海，就会变成疯子。所以我要弄明白。弄明白什么？兽血中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修士发狂？千百年无人解开的难题，你凭什么能解？也许不是无人能解，只是解开的人都藏着没说。师傅对徒弟留一手的事，难道还少吗？徒儿不是说您，当然，咱们师徒相处数月，徒儿相信师傅已经倾囊相授。这话听着，怎么比骂人还难受？成了。你真练出来了？练出来不难，难的是吃了会不会疯？这还用试？兽血污浊，损伤神魂，轻则发狂，重则沦为野兽。书上也是这么写的。那你还练？书上只说会疯，没说为什么疯。既然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就得试。你想拿谁试？这位兄台，我们一家3口路过，见此地有炊烟，不知能否施舍一点肉汤粥水？这孩儿已经饿了3日，求你大发慈悲。相逢即是缘，诸位随意。饿久了，别大口吃肉，先喝些肉汤。一饭之恩，在下没齿难忘。日后若有机会，必当厚报。言重了，萍水相逢，不过一锅肉汤罢了。瞧你们的样子，不像是逃荒，怎会跑到这深山里来？在下赵河州，本是崔县人士。今日县令强征10岁以下孩童，说是送往清河剑派修行。可我儿才刚满周岁，夫妻不忍骨肉分离，只非连夜携儿逃至此地。清河剑派，那可不是一般的仙门。难道这真是仙缘？是我们夫妻做错了？即便真是仙缘，那县令是什么德行，你还不清楚？真有好事，他会这般卖力的承手送人？不错，
那县令贪得无厌，当官3年，刮得天高9尺，怎可能将仙元平白送给全县百姓？清河剑派应不会如此收徒，多半是魔门假被其名，或是县令另有所图。不过崔县离此百里，应当暂时牵连不到自己。如此瘦弱的少年，竟能活出2头大野猪，就算是死的，自己也未必搬得动啊。昨日听赵先生谈吐文雅，想必是识文断字之人。识得一些。那正好，先吃个早饭。此事费时费力，赵先生还是先吃饱，再歇力气。壮士尽管吩咐，我们一家3口的命都是您救的，但凡有差遣，在下绝无二话。这些野猪和鸟都被我灌了药，用来测试药方。我今日有事外出，无法时刻盯着药效发作，烦请赵先生帮我看着。一旦有任何异常，务必仔细记下发作时辰、不良症状，一个都不能漏。放心，在下一定仔细记录，绝不遗漏分毫。那就有劳赵先生了。血丹存量不够了，今日还得再去打些猎物回来。徒儿，你将这3人留在身边，可是想用他们试药？徒儿，你留着他们是想拿来试药？师傅，你不睡觉，就是为了问这个？你是魔修，身边多几个凡人，便多几分暴露的风险。清河剑派迟早会查到这里。若让他们知道你有万魂幡、炼血丹，你还能活？那就更不能杀他们了。若清河舰队问起，他们只会说我是救他们性命的好人。你当正道修士都是傻子？师父放心，我早就想好了说辞。诸位大侠，我真不知道这是魔道法宝，我只是路上捡到一面会说话的白帆，里面有个老爷爷说他被奸人所害，要教我修行，还说能满足我3个愿望。这小子的表演竟看不出半点破绽，你这是要把为师供出去挡灾？师父教过我，魔修关键时候不能心慈手软，少嬉皮笑脸。你到底为何救这一家人？我看那赵河州虽狼狈逃亡百里，仍有几分读书人的体面，我给他个台阶，也算全他颜面。死要面子罢了，这种男人还不如他妻子有决断。他妻子确实难得，可赵河州也未必懦弱。夫妻本可安稳度日，为了骨肉却举家逃亡，这份决心已胜过许多人。若他真无能，哪撑得到今日？师父，徒儿说那么多，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。救下这一家3口，其实只有一个理由。是何理由？我修魔道，讲究的不就是一个随心所欲吗？为何救人？当然是因为我乐意。这小子真不会是修魔的。实在分不清他哪句话是真心。壮士，野猪和鸟儿毒发前后的模样，我都记下了。不对，这不是普通毒发。野猪和飞鸟死前都像狼，狼血丹里残留的恐怕不只是灵气，还有狼的苍魂，兽魂相冲才会撕裂神智。若是野猪吃狼血丹会死，那狼吃狼血丹呢？等等，这是那位壮士的猎物，我们不告而取，不妥。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却不通人情，夫君。你真以为那小哥需要你做事？他不过是给你个台阶。若不愿接济咱们，昨日又怎会那般慷慨？你怎就拎不清呢？壮士，这么久还没回来，怕是遇上麻烦了。外面有狼，你要去哪儿？
我去找找，很快回来。总算喂下去了，接下来就看你能撑多久。野猪1个时辰就死了，可他撑过了2个时辰。果然，狼血丹喂狼不会相冲。根由记忆阐明，接下来便是撤除残魂影响。只要破了此关，我便去宰上千百头猪牛羊，丹田气海自然可成。今生屏息静气。好了，师傅，那颗流星有何门道？哪里是什么流星，那是清河派的剑光，御剑飞行，至少也是通玄境修士，只凭眼神就能斩下你的脑袋。那方向是崔县，剑如流星，果然半点不假。那假冒清河剑派的狂徒，这回怕是有难了。日后若我修仙有成，你可是大功一件。赵先生，你这是？我怕壮士夜里行路不便，出来迎迎。谢谢。成了，这些就是血丹里的兽魂残念。孽徒，你拿为师当诱饵？师傅，徒儿实在没辙，凑不齐第2张万魂幡的材料了。你前几日还说自己心慈手软，转头就把为师卖了。师傅别气，这点残魂对您来说不过清风拂面。我现在风一吹就死。成不成，就看这一回了。没有狂暴，没有癫狂，也没有气血反噬。从今往后，我便能靠这兽血丹安心练功了。以兽畜血替人血，血炼秘术便再无杀孽之忧，正道也难寻把柄。困住魔道无数年的难题，竟让这小子破了。师傅，我要去崔县。孽徒，你莫不是疯了？兽血丹虽然成功了，但药效大减，单靠这几座山里的野兽，远远不够。崔县是附近最繁华的县城，三河交汇，商贾云集，那里牛羊成村，牲畜无数。你要去那里取兽血？我要凝聚丹田气海，就必须去。你若带着我，这万魂幡便是铁证。清河剑派的剑心感应，可不是你那点伪装能糊弄过去的。到时候，你该不会真想把为师交出去当投名状吧？师傅，瞧您说的，徒儿之前不过是开个玩笑，您老可别太记仇了。哼，那你究竟有何打算？师傅，我自知没那个本事将万魂幡藏得滴水不漏，所以咱们师徒怕是要暂别一段时日了。孽徒，你要把为师扔了？我会把您托付给赵和周一家，他们老实本分，我会让他们去南边县城安顿，好生供奉您。等我修行有成，一定回来寻你。你当真要去冒险？天下牲口又不止那里有，咱们师徒大可走远一些。徒儿，你还年轻，耽误个3、5年不算什么。师傅，我不能等，这次耽误3、5年，下次也许又要耽误7、8年。修行之路，本就寸步必争。我要靠开仙门，要揽江河入梦，要逍遥天地之间。这崔县，我非去不可。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魔头，还没到出师的时候。师傅，你怎么散尽了修为？为师散尽魔功，从此之后，这万魂幡只像一件自扔灵域的法宝，除非有人搜魂，否则清河剑派掌门来了也看不出端倪。可这样一来，师傅你……如此一来，
这万魂幡最多让我多活3年。我那么辛苦给你炼制万魂幡，你就这样散了修为？本来就是将死之魂，早晚有何区别？你不是说要成仙吗？3年时光，你若是能达到合道境界，那为师还有救。你让我3年合道，和让我3年成仙有什么区别？怎么，刚才的雄心壮志呢？若是这边气内，你还修什么仙？3年成仙我未必可以，但3年内，徒儿一定能找到救你的办法。无知小儿，先凝聚气海再吹牛吧。为师要睡一觉，不是快死了就别来吵我。经过小周天，念咒掐指诀，贫道我本是龙虎山得了道的小神仙。桃儿，这可是官道，不许摆摊啊！你们看那白饭插在哪儿？最近县太爷征收童男童女，惹来不少江湖人，小孩、女人、老人、出家人都别随便招惹，咱们只管巡查，上报便是。又跑了一笔生意，这年头就没人想问问补吗？县大爷征童男童女的事儿，听说越闹越大了。清河剑派的人不是早就到了吗？怎么还没管？谁知道呢？这里可是红玉君主的封地，县令背后有人承压，自然不怕。红云郡主，清河剑派，童男童女，崔县这潭水比我想的还深。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修炼，牲畜要钱，牧场更要钱。这不对吧？这崔县人心惶惶，乱局已然显露，怎会没人想算卦呢？算卦的，你算得准不准？先生想问何事？哼，你若真准，还用问我？是王三七，这破皮又来找事儿了。阁下这是考我？算不出来？没本事还敢给人算命？今日爷爷我便替天行道。不信便试试。第一卦只收1文，若我算准，你给1文；若算错，我赔你100文，如何？诸位街坊听着，他说算错赔我100文。好，那你算算，爷爷我姓什么？好，请阁下写下生辰8字。我凭什么告诉你？你不是会看相吗？看我这张脸，算不出便是你输。这不是诚心刁难人吗？算命哪有不给生辰8字的？这破赔也太欺负人了！算不出来就赔钱。我大哥在衙门当差，少1文都扒了你的皮。既然阁下苦苦相逼，那小道只好违背祖师之命，拿出真本事了。你姓王，可有错？错了，爷爷我姓李，木子李。这王泼皮为了赢，连祖宗姓氏都不认了，回去告他爹去，让王差都抽死他。算你厉害，爷爷我确实姓王，敢不敢再算？还是你错了，赔100文？可以，但规矩要改。第一卦1文，第2卦2文，第3卦4文。以后每一卦赌注翻倍，我若算错，照样100倍赔你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就不信你每一卦都那么准。算我的生辰8字：甲辰年7月13，亥时1刻，今年20有7。再来，算我家里几口人？你父母健在，快到30还娶不到媳妇，平日住在陋屋，常去兄嫂家蹭饭。你说我该算你1口人，还是连父母兄嫂一起算？我家狗什么毛色？你自己都养不活，根本没养狗。我家门朝哪边？朝西。什么木头？柳木。我平时爱喝什么酒？有钱喝玉冰烧，没钱偷什么喝什么。你这牛鼻子敢污蔑我？我写字于掌心，你来猜是何字？你写了一个王字，但你拇指沾了墨，准备等我说出王字后再加一笔变成玉。王三七，你已经输了18次，算上第1文钱，你还欠我524286文。给你抹个零，你欠我52万文钱，还要继续赌吗？524287文。
起初不是一文一卦吗？怎么才20卦就滚到这么多了？第一卦1文，第二卦2文，第三卦4文。此后每输一卦，便翻上1倍。20卦之后，连本带账，正好524287文。欠子，你是个骗子！我去衙门告发你！多谢各位仗义直言，诸位今日若要算卦，我分文不取。法力消耗过大，今日实在无法再算准了。虽说今日只赚了1文钱，可神算子的名声该在崔县传开了。想快些赚大钱，还得靠那些权贵。名声一响，自有人上门。你还真是心急，说好半夜再来，免得旁人瞧见。怎么连几个时辰都等不及呢？道长莫怪，家父病重，早些服药也能少受些罪。那场戏我演的还算凑合吧，还请道长兑现承诺，赐我仙丹。你这人，平日里偷鸡摸狗，欺压良善，除了这份孝心，当真一无是处。你把父兄攒下的名声都败在你的手上。你父亲气若体山，此药可补溃却，温水对服后，让他睡上1整天，莫要打扰。给我磕头有何用？去向你欺负过的人磕头赔罪，该赔多少便赔多少。从今往后多行善事，若再让我知你作恶，我便亲自让你遭报应。你老父吃了我的丹药，我也能抛心挖肚取回来。不敢了，真的不敢了！道长切莫动气，我绝不敢再做恶行。若是真有因果报应就好了，我这种好人就该有大大的福报。这人是什么时候来的？若他刚才出手，自己怕是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。道友刚才所言，好人应该有大福报。小女子有一事不明，你帮了一个恶徒，也算做好事吗？敢问姑娘是何人？清河剑派苏纯一。清河剑派。道友无需担忧，你这法宝灵韵自生，确实难得。但我清河派弟子不会做杀人夺宝之事，我只是心有疑惑，想请教一二。原来是清河剑派高祖，在下陈烨，无门无派的散修，路师不便待客，我请姑娘你去酒馆喝一杯。门规所限，我不能喝酒，而且凡尘俗世到处都一样，道友无需介怀。又不是真想跟你喝一杯，这不是担心此处四下无人，怕被你噎口吗？那就喝杯茶吧，我境界可没姑娘那么高，此地太糟了，也不好聊天。说来冒昧，我已暗中观察许久，实在不解道友所为，可否为我解惑？苏姑娘，你为何要观察我？我怀疑你与崔县强征童男童女之事有关，崔县之中有任何异常之处，我都会有所感应前来查看，并非故意针对道友。那你可太看高我了，我不过是旁门左道的散修，才刚到启灵境界，哪有这样的本事？启灵境？但你的卜算之术极为厉害，我还以为是隐藏了修为的前辈高人。我若是真会卜算过去未来，哪里还需要跟王三七演戏呢？不过是演双簧骗骗路人而已。这正是我不解之处。道友既费心演这场戏，为何给旁人卜算是分文不取？还有，之后你算的那般精准，数十人问卜，总不能全是与你串通吧？苏姑娘，此乃秘法，是不能外传的。如果你想知道，不妨与我做一场交易。不知道友想换取何物？我若为苏姑娘解惑，不知能否换一颗凝气丹？我没有凝气丹，不过我有炼制凝气丹的材料。道友倘若能为我解惑，我愿以此相换。成交。我不过一介散修，无依无靠，只能从巨贾豪商身上想办法，换些修行资源。我与王三七演那场戏，只为打响名声。寻常百姓没多少银钱，倒不如免费卜算，让他们替我宣扬，也好招来富贵主顾。凡人的钱财再多，对修行又能有何注意？苏姑娘出身名门大派，许是不懂其中门道。玄机路虽稀罕，
但只要肯花大价钱，还是买得到的。原来如此，道友是想骗取更多的钱财。若自己认了骗子之名，下一传会不会飞剑临头，人头落地？自然不是骗钱，我会炼些强身健体的丹药与人交换，价格或许贵些，却绝非行骗。故意抬高价格，难道就不算骗了？值不值得，全看买卖双方。做生意本就低买高卖，抬价多少算骗，谁说得清？就像万金古玩，大多也不过奴土烧制，溢价多少，全凭人心。丹药是真的，能卖多少价，便是我的本事。道友所为，我已明白，只是还有一事不解，你既不懂卜算，为何又能算得如此精准？不过是些江湖把戏罢了。我并非真会卜算，只是察言观色，顺着他们所求去说。求富贵，便劝稳重；求平安，便赠丹药；求姻缘，便说人品；求子嗣，便祝多福。话说的模糊些，他们自会对号入座。即便偶有失误，也不过一句法力耗尽便能搪塞。道友高才，受教了。不过是不入流的小手段，与修行无异。若非散修艰难，我倒宁愿躲进深山修行，懒得揣度人心。上辈子勾心斗角已经够累人了，这辈子若非必要，真不想重操旧业。道友太谦虚了，这种本事在山中修行数百年也练不出来。苏姑娘过奖了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道友为我解惑。苏姑娘请讲。请问道友，你帮王三七这样一个恶人，也算行善吗？请问道友，你帮王三七这样一个恶人，也算行善吗？若问我本心，我只信一件事：因果已了，便是善；孽缘纠缠不清，便是恶。还请道友细说。我初到崔县时，王三七敲诈我，被我教训了一顿，这恶因已了。后来我借他扬名，也替他父亲治病，我得了名声，他救了老父，这便是善果。那被王三七欺凌过的其他人呢？那是他们的因果，我让王三七赔偿致歉，不过顺手一提。旁人原不原谅他，要报复还是隐忍，都是他们自己的因果。待我取到所求，便会离开崔县。王三七日后如何，与我再无干系。若依道友所言，弱小之人又该如何了结自身因果？只能默默忍受吗？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凡人的因果究竟该如何了结，那是仙人才该思量的事。等我有朝一日超凡入圣，位列仙班，或许就能让天下人皆得因果报应。让天下人皆得因果报应，这如何能够做到？待死后再行清算吗？若能让所有凡人死后集聚一处，生前善恶皆映于明镜之中，未了的因果一一清算，欠下的债一笔一笔算清，该下油锅的下油锅，该重新投胎的重新投胎，如此一来，岂不人人都有报应？重新投胎，这是何意？坏了，说顺嘴了。此事并无轮回，人死如灯灭。若说转生，听在修士耳中，怕是与多舍也差不了太多。我只是随口一说，至于具体如何，等我真成仙了再细想也不迟。罪孽清算，了结因果，轮回重生。先生此等胸襟志向，实令我自惭形秽。我清河剑派上下皆曾苦思如何拯救天下万人，便是掌门，也未曾有过这般奇思妙想。这也并非我的独创，我不过是识人牙慧罢了。先生谦逊至诚，纯一佩服。先生，纯一正有一件大事，想请你相助。请我帮忙，苏姑娘言重。我这点修为，能帮得了什么？正是崔县强征童男童女之事。那假冒清河剑派的狂徒，当真如此棘手？我到崔县已有些时日，却实属寻不到那人。被强征的孩童，关在城外青莲道观，有妇人照料，暂且无碍。我暗查数日，越查越觉得此事不对。崔县县令强征童男童女，似乎并非受魔门修士蛊惑，反倒像是奉了朝廷中人的命令。他们要这些孩童做什么？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之处。临行前，师门长辈曾再三叮嘱，说我此行危机四伏，会遇上一位此生宿敌，切不可轻举妄动，更不能打草惊蛇。所以，我需要先生协助。眼下凝气丹材料一齐，最要紧的是开炉炼丹，凝聚气海。只是若拒绝苏春意，便等于断了清河剑派这条路，那可是天下第一剑派，结下一份善缘，日后修行必有助益。更何况，他们或许能救师父。我愿出手相助，不过我还有个不情之请。
先生但说无妨，我定当全力促成。我想先炼制凝气丹，待我修成丹田气海之后，再着手调查强征童男童女之事。不知苏姑娘能否等候数日？修行乃根本所在，我有一处净室，恰好可供先生使用。这几日我也需再去探听些消息，待先生出关，咱们再一同彻查此事。先生，还请随我来。我平日打坐修行的净室在城外。城外？若是路远，不如我就在城中寻个地方。王三七那破屋虽然脏乱些，收拾一下倒也算清静。凝气丹虽不难炼，可总归得寻个免受打扰之地。我已见光携先生出城，转瞬便至。先生不必担忧惊动旁人，我可用幻术遮掩，凡人察觉不到。难怪先前察觉不到他的行踪，原来清河剑派还善幻术。苏姑娘，倘若你要用剑光带我飞出城去，我倒有个请求，还望你撤去幻术。这般行事，怕是会吓到旁人。不错，我要的就是这个。